你的灵魂迷路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志彤，欢迎收听灵魂同其中。今天我要说一段我从5岁以来一直没有说出口的故事。这是一段关于失去，关于再会，也关于如何让爱的能量在时空里以不同的方式回到我们身边的记忆。我5岁的时候，在钢琴班认识了一位朋友，他叫熊熊，他是我童年里唯一的快乐来源。我们每周4一起上钢琴课。在我那个亚裔的家庭里，我必须懂事沉默，但有熊熊的时候，我可以笑，真的笑出来。他不是什么英雄人物，也不是害相对象，他只是会坐在我旁边陪我练琴的小男孩。他是我童年里的光，是我唯一可以喘息的地方。然后有一天他说下周见我，但他没有来。我等了1周2周，妈妈只说不要问，因为熊熊的爸爸总是回来接他下课。我也一直在等他爸爸出现。我想问他，为什么熊熊不来了？是因为他不喜欢我了吗？但我不能问，我只能继续等一个永远不会再来的身影。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1992年的那周发生了一场货哨车事件。熊熊离开了，不是转学，不是生病，是一场意外。熊熊的爸爸因为是信敬，受到家长们的敬重。当爸爸妈妈看新闻，又说，我记得妈妈告诉我，看到熊熊的爸爸，不要问熊熊去哪里了。当然在那之后，我也没再见过熊熊爸爸，又也是在电视上。我虽然不是李楠这家书，但是他一个5岁的好朋友，这些大人不会知道，这件事被我保存在潜意识里。灵魂的创伤在我心里留下了一道痕，我没有哭出来，因为没人允许我哭，也没人允许我问。我连问我的好朋友去哪里的资格都没有。我只是默默记得，当我最开心最相信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会突然不见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害怕太幸福的时刻，因为我觉得他会被夺走。我很害怕用瓦斯炉，害怕点火的声音，害怕火传起来的景象。我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，我才有找到一个潜意识里的黑洞。我从头哭到尾，所以我先用克隆声音来录这一集。对异性的情感也从那时候开始有了影响。那份无法说出口的依恋，那份5岁小女孩的喜欢，从来没有被浩浩道别。或许5岁的熊熊才是我真正的初恋，不是恋爱的初恋，而是信任的初恋。多年后，我遇到一个人，他名字里也有熊这个字。他身材并不高大，有时候讲话像小孩一样纯真，会模仿我的语气，重复我的话，像在撒娇。当我夸奖他，他会反复说，你刚刚夸我好棒，一副很骄傲的样子，像是某种命运的安排。他还保有那双5岁孩子的内心跟样貌。我突然觉得好熟悉，就像某个灵魂用新的样貌回到我身边，用另一种方式陪伴我。有人说，爱是穿越时空的能量，或许他真的回来了，虽然他忘了我，但我记得他。这次还我来守护他。我们如何疗愈灵魂的黑洞？这段经历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黑洞。我不懂为什么我会害怕爱，害怕一来，直到我回头看见那段记忆。当我们静下心来去感知，你会找到那个一直用灵魂品的冥想让你认出来的猫猫狗狗，或是另一个人。当我说出原来如此的那一刻，我哭到发抖，但那泪水不是脆弱，而是释放。我终于找到我的另一个黑洞，也终于知道，原来爱没有离开，它只是一直在找回来的路。来自星际效应 Interstellar 的其实，这让我想起电影《星际效应》里的一句话，爱是我们唯一一个可以感知穿越空间跟时间的力量。
在那部电影中，父女之间的爱成为解开宇宙奥秘的关键。女儿在找通往黑洞寻找爸爸的路，而爸爸则在黑洞里寻找传达爱给女儿的方式。就像我与熊熊之间那份未尽的情感，并没有在那场获利消失，而是成为一股穿越记忆与灵魂的能量，悄悄地回到了我身边。不是时间的重点，而是存在本身的连接。这一集实现给熊熊的父母，也献给所有罹难者的家人。其实我甚至无法亲自录这一集，我用克隆人声的方式完成了录音，因为我在写稿的时候就一直哭到发抖。这些年来，我从没真正说出口。今天我用节目的方式说给世界听。如果你也曾失去重要的人，也许你能在这一集里听见他们没有走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陪你。熊熊，谢谢你，虽然你没能跟我一起长大，但你教会我什么叫真正的温柔。我会把这份记忆留着，用来照亮未来。愿我们都能相信，爱一直都在。